大家好，我是小狼啊，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美国再度制裁中国33家中国实体被美国列入出口管制清单这件事情。其实在这段时间美国一直都在加大加快对中国的制裁前一段时间春节期间的时候美国就滥用国家权力制裁了中国联通吊销了其在美国的一个业务牌照这样子的话，中国联通就被迫得退出美国市场。而现在春节刚过A 股开市的第二天美国就又制裁了中国。那这一次是有33家中国实体被纳入了这个 UVI， 也就是未经审核名单。事情发生之后，A 股出现了大跌盘中创业板指一度跌幅超过了4%虎年的开门红基本上是破产了。那么有人就会问为什么美国会三番两次的这个滥用国家权力就为了制裁中国企业这次制裁33家中国实体是有什么影响？欢迎大家长按点赞转发收藏我们一起来看。首先这次美国制裁的对象是33家中国实体企业我看了一下，这次上榜的也基本上都是鼎鼎有名的这些大型科技公司还有一些这个高科技企业具体是哪33家呢？根据联合公报的通知我把这个图片贴在这个视频里，大家可以这个截图看一下。懒得看图同学我这边直接说几个被制裁的大企业其中根据名单，其中有中国航发、南方工业光华科技、合肥瑞德精密湖南大学、南方科技大学，还有上海微电子、中车特种装备等等。根据这些名字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既有大型的上市公司也有著名的大学，还有一个高科技的上海微电子。可以说这次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是不分领域全方位的立体式制裁。还有人对这次进入所谓的未经核实名单不太了解那这里说一下这什么是未经正式名单。简单来说美国的出口管制清单其实是有3种的。第一种就是最为严重的实体清单列入这个清单，你基本上是不要想跟美国做生意了第二种呢就是被拒绝人名单这个程度稍微轻一点。那么第3种呢就是今天33家中国实体被列入的这个未经正式名单。有人问为什么中国企业会被列入这个实体清单？简单来说，因为这些企业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命脉，而美国呢又不希望这些实体能够发展壮大也是不希望中国壮大，所以美国就希望对这些实体的进出口贸易进行一个把控，看看这些公司是不是从美国进口了一些什么关键性的技术和装备。而目前美国那边又没有办法确定我们这些企业真正的犯了错，所以呢就暂时把它列入这个未经核实名单如果查到证据，那就再进行调整可能会被列入这个实体清单之中。而当这33家实体列入清单之后，这些公司从美国进出口产品就会受到管制，美国企业和我们交易的时候就会更加谨慎甚至断绝这个交易。这就是对我国企业实施进出口制裁还有一个贸易制裁。我们的企业一旦进入这个实体清单之后美国人想要跟我们做生意，那就必须得到美国商务部的许可，拿到这个出口许可证，才能够向中国出口产品。而这个许可证是需要中国企业证明自己的生意是合法的愿意遵守美国法规才能够颁发给我们。简单来说，中国企业除非献上投名状否则美国商务部是不会给你许可的。虽然这次的制裁并不像实体清单的影响那么严重但是进了这个名单肯定会导致我们和美国的贸易受到一个较大的影响。那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随着美国制裁令的公布中国相关的上市公司已经出现了一个恐慌性的大跌。比如这个市值万亿的宁德时代接近跌停截止发稿的跌幅是负的9.57%盘面一度非常惨烈。而市值2000亿左右的医药巨头药明康德是直接跌停虽然下午这个药明康德这个盘中有所辟谣，但是截止收盘还是以接近跌停报收。除了这些知名的上市公司之外他们的这些龙头个股的杀跌就造成了这个 A 股整体产业链的一个崩盘。那比如从板块来看，跌幅居前的都是之前涨得比较好的估值比较高的高科技企业，而这些高科技企业其实是最容易受到美国制裁影响的。其中的芯片集成电路这个第三代半导体还有锂电池，其实都是今天跌幅居前的一个板块。最近几年中国的高科技公司是频繁遭到这个美国的出口管制经常被列入实体清单遭遇这个科技制裁。有人会问了，美国的科技已经是世界第一了，那他们为什么要制裁中国？是不是害怕中国进行追赶？
事实上，美国企业之所以能够赚取高额的利润靠的就是高科技领域的这个绝对垄断这是美国和西方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石因为高科技企业它的生产出来的产品创造的价值是位于这个价值链的一个上游的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利用较少的资源就能够创造出大量的利润。这是我们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中国人民血汗堆起来的这个 GDP 是所不能比的。举个例子根据苹果公司2021年的年报显示苹果去年的总营收大概是3658.17亿美元，其中的毛利率是41.8%净利润是超过25%的。那我们再翻了一家这个中国知名的手机厂商的财报来看最近一期它的营业的利润率大概是8.46%两家公司一对比，你就可以发现中国的这个公司的利润率比这个苹果公司人家少了好几倍这就是中美科技水平不同所带来的一个差异。而自从美国的特朗普和拜登总统陆续上台之后，美国重新想要成为一个世界霸主，开始对外扩张积极在全球各大地区展现出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因为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好的大型经济体，我们的发展壮大直接威胁了美国的影响力。那么屁股决定脑袋所以在美国人的角度看不管我们是不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美国都是要针对和制裁中国的最好中国是一辈子当万年老二美国一直都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这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而限制和制裁中国的方式美国其实都已经想好并且开始实施的，那就是贸易制裁、金融制裁和科技制裁。这次的贸易制裁其实是从2018年开始的这个贸易摩擦和关税战今天这个我就不重点说但是几年下来中美在进出口贸易上是相互互有来往双方的关税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上升，但是呢，中美贸易却越打联系越紧密。那比如说2021年中美的贸易额是有增无减的增长接近30%，创下了历史记录。而美国对中国的金融制裁其实就是这次的美联储加息还有一个缩表的政策。因为美国希望利用自己的美元霸权和美元潮汐这个波动让这次加息使得美元资本加速流出中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影响和打击甚至是收割中国和全世界。但是针对这次金融制裁，我之前也写过文章中国已经吸取了08年被美国收割过一次的教训构筑了一道金融防火墙所以这次美国想要单纯依靠金融制裁来针对中国，那么长期影响其实是并不大的。当然这个美联储加息是全球性的重大事件短期对股市和金融市场的影响必然是非常剧烈的因为这个东西只要美元霸权存在一天这种影响就不会彻底的消弭。再说这次科技制裁，其实科技制裁是中国最难搞定的。我看很多人写文章，就是说，科技领域中国就相当于是赶英超美了，就是世界第一什么之类的。关于这点我们是不能够盲目自信的，因为除了少数的国产化已经实现国产替代了一些零部件什么之类的我们是在一些在最关键的芯片半导体领域我们确实是比不过人家，这就需要中国中国的科研工作者需要时间和钱去下功夫去赶超的。言归正传有人问中国会如何应对这次制裁呢？首先，美国虽然强大，但它不是一手遮天的。33家中国实体被列入的是未经核实的名单，所以如果美国那边检查结束我们没有违规，那么出于双边利益的考虑企业是可以被移出这个未经核实名单的之前也有过这样的一个先例。那当然了，对于这个我们的实体企业来讲我们不能寄希望于美国人大发善心加强研发投入走国产替代道路这才是防止美国科技制裁的一个唯一方法。而在这个贸易制裁和金融制裁上呢，我们也走出了自己的一条道路比如说针对这个贸易制裁那中国就要参加各种区域性的贸易组织，因为在这些组织中并不是美国人说了算。那比如说我们最近加入的这个正式实施的这个 RCEP 那就是利好中国对外贸易的区域性国际组织这种贸易开放那会让中国的经济更加的具有韧性更加不怕美国的制裁再比如这个金融上美国的这个依仗就是美元霸权，那么中国最近10多年来一直在推行的就是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和很多国家都是通过人民币进行这个外贸结算那除了人民币国际化之外其实就是欧元的发展壮大，其实对中国也是利好的比如这次中俄签订了这个100亿美元级别的这个能源大单，就是通过欧元进行结算的
啊，反正不管是人民币好也好，欧元也好，反正只要不是美元啊，通通都是对中国利好的。啊，其实我相信很多的网友和我一样，都受够了美国3天2头的制裁啊。那么哪一天中国能够彻底的不看美国人的脸色做生意啊，安安心心发展的经济呢？啊，其实还是一句老话啊，只有中国发展出来啊，堂堂正正的啊，在正面碾压对手啊，才是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王道啊。毕竟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真理只在剑锋之上啊，尊严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那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啊，谢谢大家。